哆啦 A 梦既然没电关机了，巨大的胖虎在跟恐龙肉搏，这次小伙伴们又将经历怎样的冒险呢？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，小伙伴们嬉戏着来到大雄家，打算一起做小组作业。进房间后，他们傻眼了，满屋子都是哆啦 A 梦的道具，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，完全没法写作业。大家只好动手帮哆啦 A 梦收拾，连傲娇的孩子王胖虎都参与到了其中。小夫在收拾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放大镜，他左看右看，这不就是个普通的放大镜吗？哆啦 A 梦怎么会有这种普通的道具？终于收拾好了，大雄把所有道具都一股脑塞进了壁橱里，壁橱门都快被撑炸了。始作俑者哆啦 A 梦刚跟小咪约会完，他面色红润的回到家中，发现孩子们在写作业，胖虎生气的一把抓过他，摇晃起来。要知道胖虎在家连自己的房间都不收拾，哆啦 A 梦的行为已经引起了众怒。大雄用脚趾想就知道，哆啦 A 梦一定是在收拾口袋的时候看见了小咪，就转身约会去了，留下这一堆烂摊子。哆啦 A 梦被数落了半天，连忙转移话题，问大雄他们在做什么作业。原来他们是在做小组研究，题目是21世纪我们的生活。大家把各自对未来的想法聚集在一起，都写在了这个空白的笔记本上。哆啦 A 梦定睛一看，大事不好，孩子们用的不是普通的笔记本，而是道具未来笔记本，写上去的东西将来都会变成现实。结果孩子们听他说完后，表情立即从惊恐变成了高兴。原来他们没有在笔记本上写任何不好的事，相反，他们设想的未来都很美好。金香设想的21世纪，人与人之间将不再有纷争，大家关系都很好，每天一起愉快的泡澡。胖虎设想的21世纪，大家没有任何压力，每天想吃就吃，想玩就玩，想做什么都可以。这听起来确实不错，那大家都去玩了，活谁来干呢？这就要看小夫的了。他设想的未来里，人类不干活也没事，因为他们有了各种各样高性能的机器人，人类只需要躺着享乐就行，其他事都交给机器人做。哆啦 A 梦提醒他们，这样的话需要相当多的电力呢。没想到大雄连这事都考虑到了，在他设想的未来，石油等资源全部都是免费的，这样的话想要多少电都可以，还可以创建非常牛掰的高科技大都市。话虽这么说，但哆啦 A 梦还是很担心，于是大家决定直接去未来看一看。他们来到未来大都市，这里跟孩子们设想的一样美好，到处都是喷泉，还有高科技的交通工具。但哆啦 A 梦仔细一看，发现了端倪，高挂在天空的那个太阳像是人造的。他们飞上去发现，不仅太阳是人造的，就连天空也是。穹顶上有个舱门，他们打开出去一看，原来未来是在地底建立了城市，外面一片昏天暗地，空气十分污浊，和里面简直是两个世界。还有好多机器人在激烈的打群架。原来在大雄的设定里，未来的石油资源是完全免费的，这导致人类取用无度。当资源越来越少的时候，就会开始争夺。虽然金香的设定是人类不再有纷争，但由于小夫的设定是未来什么都交给机器人做，因此连战争都交给机器人了。为了创建现代化大都市，需要大量的能源，而后果就是牺牲了自然环境。现在只有那个穹顶之下才是孩子们设想的未来，而这里则是他们预料之外的21世纪。哆啦 A 梦认为21世纪的改变很有可能影响到他出生的22世纪，他们现在要刻不容缓地回去恢复未来笔记本。可哆啦 A 梦话还没说完就宕机了，未来的能源不够，导致哆啦 A 梦也没电了，时光机也出了故障，把他们带到了白垩纪。现在哆啦 A 梦的口袋里只剩下一个放大灯。胖虎怪罪小夫，觉得把什么都交给机器人来做。小夫觉得都怪大雄让石油资源免费。大雄认为胖虎也有错，是他让未来的人类什么也不做的。金香连忙阻止了他们，现在可不是吵架的时候，如果不快点想办法唤醒哆啦 A 梦，他们很有可能永远都回不去了。可在这个时代，有什么能给哆啦 A 梦提供能源呢？金香想到了温泉，不管哪个时代应该都有温泉才对。好不容易他们把哆啦 A 梦带到温泉，这里的地热能源转为电力，开始缓慢给哆啦 A 梦充电。可小伙伴们还没来得及高兴，不远处的火山就喷发了，他们连忙拿起哆啦 A 梦就跑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他们的主蜻蜓又没电了，大家直直从高空摔了下去。得亏他们是主角，命大没有摔死。
大雄看着竹蜻蜓，灵机一动，他用放大灯把竹蜻蜓放大后，连接在哆啦 A 梦的充电装置上，风带着竹蜻蜓转动，这不就是风力发电吗？果然，哆啦 A 梦的电池又开始充电了。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电池才长了几个，就有一只巨大的霸王龙被吸引了过来。大家被吓得连连后退。小夫拿出一个放大镜，叫大家不要慌，这是他之前收拾房间的时候悄悄藏在身上的。他以为这是哆啦 A 梦的道具，结果这只是大雄的普通放大镜而已。这下小夫晕傻了。霸王龙一脚踩碎了竹蜻蜓，蠢蠢欲动，要向孩子们发动攻击。胖虎十分勇敢，拿来放大镜，要大雄用放大灯把它变大。原来胖虎是打算自己与霸王龙肉搏，让其他小伙伴带着哆啦 A 梦先逃走。虽然胖虎平时很霸道，但这种时候也是很有担当的。说完，他就用放大镜当做武器与霸王龙缠斗起来。其他小伙伴连忙带哆啦 A 梦跑了，可还没能走几步，他们就又被一大群迅猛龙拦住了去路。胖虎也被打倒了，放大镜掉落在地上。就在这时，太阳升起来了，阳光照射在放大镜上，紧接着放大镜将光束聚集在了哆啦 A 梦的充电装置上，瞬间哆啦 A 梦就满电了。随着经典主题曲的响起，哆啦 A 梦终于醒了。可现在可不是说这个的时候，他们可没有任何道具了。哆啦 A 梦不慌不忙，他从铃铛里拿出备用的便携式时空转换器，用这个道具可以把大雄房间的壁橱和他们所站的位置做交换。随着一道光闪过，之前被大雄收进壁橱里的道具就都到这里来了。哆啦 A 梦用固体声音一下子就解决掉了围在一边的迅猛龙，紧接着又用缩小灯把迅猛龙变成了小不点。另一边，胖虎还在跟那只霸王龙周旋呢。眼看胖虎已经落入下风，哆啦 A 梦连忙跑过去，拔了几根胖虎的头发，给头发撒上悟空增值液，轻轻一吹，这些头发就变成了一个个小胖虎。他们爬上霸王龙的身体，把霸王龙吓走了。可问题来了，现在他们没有了时光机，该怎么回去呢？哆啦 A 梦告诉他们，这个时空转换器就可以把他们传送回壁橱里。在家里，妈妈叫来孩子们吃点心了。一道光闪过，大熊妈被吓了一大跳，原来孩子们终于通过壁橱回来了。哆啦 A 梦立即用时光保护巾将笔记本还原到还没被孩子们写上内容的时候。小夫可不想再设计什么未来了，真想鼓励大家不要气馁，一起重新设计一个真正让大家幸福的美好未来。经过这一次冒险，孩子们知道了能提供能源的不只是石油，还有像地热、风以及太阳这样的环保能源。未来就像这本空白的笔记本一样，是一张白纸。未来会变成什么样，都与当下的我们息息相关。好了，本期问题，你幻想的未来是什么样的？欢迎大家留言、点赞和关注哦。我们明天见。